那为什么要谈共病这件事情？因为失眠非常非常的复杂，有许多许多相关的因素在影响。在临床上，我们诊治失眠的患者的时候，除了失眠的确立诊断之外，同时也要详细评估共病。尤其在困难医治的失眠患者身上，他搞不好有一个或者甚至多个的共病。我们如果同时去治疗，也许失眠才能够得到完整的医疗。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好多好多的共病，包括精神科的共病、生理共病、疼痛等等的。那这些有需要记吗？当然不用。只要记得我们不要忽略了在评估失眠的患者上，其实这些失眠的患者都有共病的可能性就可以了。那在提到共病的时候，其实失眠跟共病之间有着一个叫双向性的关系，意思就是容易彼此互相影响。例如，有失眠的人容易饮酒，而饮酒的人也容易出现失眠的困扰。那又像是忧郁症的病人容易有失眠的困扰，但是长期失眠的人也是容易发生忧郁症的预测因子。那失眠究竟是一个诊断，或者是一个症状呢？那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以前的医学对于睡眠的重视相对比较低，所以我们通常会把睡眠视为一个疾病的附属症状，认为只要治疗了疾病，失眠的状况自然就会改善。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这样的思维其实会忽略了失眠对于疾病的影响，就像刚才所说的双向性。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同时处理失眠的问题，反而会有助于疾病本身的治疗。那因此，失眠本身既是个诊断，也是个症状。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另立诊断呢？如果失眠已经达到了临床上的意义，那我们就要下失眠的诊断。可是到底什么叫做临床上的意义呢？当然会是个人的判断。所以我想重点是在提醒所有的临床医师要注意失眠还有可能的共病，这也就是今天课程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谈谈的是治疗的部分。那我们主要把它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是睡眠卫生，第二个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第3个是药物治疗的部分。那在失眠的治疗上面，我们也许可以依着这3个顺序来执行。那睡眠卫生我们可以把它定义在一个保健的原则上，意思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努力的方向。如同我们如果要维持健康，我们就需要规律运动、均衡饮食等。那什么叫睡眠卫生？简单来讲，就是要建立跟睡眠有关的良好习惯，包括了白天要有一些规律的活动，让体力有支出，然后避免白天小睡，避免中枢神经刺激物质的摄取，像是咖啡因。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在睡前的5到8小时，不要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那另外睡眠中也不看时间，以免诱发负面的认知。例如通常在睡眠当中看了时间，我想我们会常出现的想法就是天哪，我怎么才睡2个小时就醒了，或者是我只剩下3个小时可以睡，这些想法结果反而会伤害后来可以发生的睡眠。那当然要有一些舒适的睡眠环境。那另外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现在 3C 产品很盛行，但由于 3C 产品的蓝光都比较强，那睡前使用的话很容易抑制褪黑激素，以及增加睡前的认知活动，而进而去干扰了睡眠。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睡前1个小时内，如果可以避免使用 3C 产品，就尽量的避免。那第2部分讲的是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这是目前最重要的非药物治疗的方式。那这个部分其他讲者会有介绍，在这里我们就不加以赘述。不过我想要建议的是，也许我们在临床上的使用，可以在药物治疗前就建议病患去接受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
或甚至是合并药物的使用。等到认知行为治疗对于睡眠的帮忙效果出现了之后，再开始进行减药的动作。即使一个长期服用助眠药物的病患，我们都非常鼓励可以转介认知行为治疗，因为转介认知行为治疗之后，许多的病患都可以限制甚至减少自己药物的使用。那最后一个部分讲的是药物的治疗，它也许是最便利快速的方式，但也就是因为它便利快速，也因此容易产生依赖性。那我们常用的药物包括以下这几个。第一个是苯二氮平类的药物 benzodiazepine。 那 benzodiazepine 我们平常在讲这个药物的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它会有几个向度的作用，包括舒缓焦虑、镇静、肌肉放松、安眠、抗癫痫等作用。那不同的苯二氮平类的药物在这几个向度上面作用的强度都不同，因此我们可以依据病患的特性以及失眠的状况来做一个选择，看病患比较适合哪一种苯二氮平类的药物。假设这个病人是相对焦虑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他舒缓焦虑作用较强的苯二氮平类的药物。那在苯二氮平类的药物的使用上，我们当然要注意几个安全的事项。比如说，第一个是我们要告知病人可能要有一些预防跌倒的措施，因为大部分的苯二氮平类的药物可能都有一些肌肉放松的功效，那也可能相对会影响在夜间的步态，甚至有些长效型的药物也会影响白天的精神。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生理或心理的依赖性。那第二个常用的药物呢，是我们叫 non-BZD 的助眠药物，这是我们俗称的 Z-drug。 那其中最常用的就是 Zolpidem 这个药物。那这一类的药物，它主要的作用是帮助入睡，它可以缩短你的入睡的时间。不过也就是因为它可以缩短入睡时间，所以其实在临床上很容易引起所谓的心理依赖性。那第三个我们常常使用的是抗组织胺。那抗组织胺其实在很多鼻塞的药物或感冒药的成分里头都会有，那它的副作用就是会导致我们嗜睡。那它相对比较差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的药效通常比较长，所以在隔天的早上，我们通常还是会感受到一些残余的药效，而觉得昏昏的，甚至有一些嗜睡的状况。那第四个是有一些抗忧郁的药物，那临床上常使用的是像 Trazodone。 在以前也是一个抗忧郁的药物，但它现在主要是用来当一线的助眠药物的使用。那另外还有我们可以使用低剂量的三环抗忧郁药物。三环抗忧郁药物，因为如果我们拿来当抗忧郁剂的使用的时候，它的剂量通常会使用的比较高，那它的副作用可能没有办法，它的副作用会太强，所以一般人无法忍受，因此我们现在可能会用相对比较低的剂量来当成一些助眠的使用。那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药物叫 Agomelatine， 那这是一个新的抗忧郁的药物，那它的作用相对比较特别，它除了血清素的作用之外，它还会作用在褪黑激素的受器上，因此对于睡眠会有一些帮忙。那另外还有一个常用的叫 Mirtazapine， 那这也是一个抗忧郁的药物，那在血清素的受器上，它的作用上面选择性较高。那这一颗药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半颗的助眠效果可能会比一颗来得更好。那另外这颗还有另外一个副作用是可能会增加食欲，所以要小心体重的部分。那第五个是精神安定剂，就是我们讲的抗精神病的药物。因为有一些我们讲低效价的抗精神病药物，它通常都有一些助眠的效果，那它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所以在使用上面我们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它其他可能的副作用的发生。那最后一个是褪黑激素，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在褪黑激素上面的药 Remeltian 这个药物。那褪黑激素其实在临床上对于失眠的患者其实效果还有争议性，
不过对于一些生理时钟比较不规则的病人，它的确是可以帮助这些病患固定一下他们的生理时钟。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最后讲的药物的治疗，那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大家对于失眠的治疗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概念。那今天很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今天听完之后，大家对于失眠还有共病还有它一些治疗会有所收获，以及一些简单的概念。